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，睡觉前做4件事能够增寿，医生每天都在做，不想短命的都看看。俗话说，药补不如食补，食补不如睡补。一夜好睡，精神百倍；彻夜难眠，浑身疲惫。人生有1/3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，可以说睡觉就是最好的养生。人体在睡眠的时候，5脏6腑都会得到了休整，细胞也在不断的修复，所以良好的睡眠十分重要。而在睡前养成好的习惯，就会助你增寿，而坏的习惯会让你减寿。前有3大减寿习惯，4大增寿习惯，你做对了吗？1. 睡觉前3大减寿习惯。1. 睡前吃宵夜。如果你有睡前吃宵夜的习惯，那么最好要改掉，这一点不利于你的健康。大部分宵夜都是盐分大、油脂高、纤维低的食物，在睡觉前食用的话，很容易就给肠胃增加了不少的负担，给身体健康带来了隐患。如果宵夜吃了一些辛辣的食物，还容易让肠胃产生灼热感，导致胃食管反流或者是便秘、大便干燥、消化不良等的问题，从而干扰睡眠。睡眠前吃东西还会导致体重增加，提高了患上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风险。夜间进食还会增加结石的发病率。吃宵夜的人往往吃了就睡，当排钙的高峰期到来的时候，不能及时的排出，致使尿中的钙不断的增加，容易沉积下来形成小晶体，久而久之逐渐的扩大形成结石。经常吃宵夜的人患胃癌的几率也比不常吃的人要高出40%左右。这是因为宵夜会影响胃黏膜上皮细胞夜间的再生修复过程。其次，宵夜长时间的停在胃中，会促使胃液的大量分泌，对胃黏膜会造成刺激，易导致胃黏膜糜烂、溃疡、抵抗力减弱。如果食物中含有致癌物质，长时间的滞留在胃中，更容易对胃黏膜造成不良的影响，从而引发胃癌。所以建议大家在睡前3到4个小时食用完晚餐，避免给身体带来不必要的负担。2. 睡前喝酒。这一点相信会有不少人中招吧。家里的老爷子们爱喝酒，喜欢每天晚上睡前都小酌一口。然而经常性的饮酒对身体并不好，不仅伤胃，还会引起骨质疏松。因为酒精中的一些有毒物质会损害神经，导致你在睡醒后容易头疼、疲惫等，还会破坏骨细胞，让体内的骨质大量的流失。如果再不及时补钙的话，骨质疏松很容易就会找上门来，并且睡前喝酒还会增加肝脏的负担，进而影响到胃肠的消化吸收，让他们被迫加班，最终带来的只能是对身体健康造成损伤，只有弊没有利。越来越多的研究还证明酒精与口腔癌有关，所以睡前不要喝酒，哪怕是红酒也不行，切记。3. 睡前生气，带气入睡。很多人生气的时候会直接的选择睡觉，以此来躲避矛盾吵架。但是如果带气入睡，此时人的情绪激动，会导致气血紊乱，也会导致暂时性的失眠。带着不良情绪睡觉，看似没有什么，其实对于身体会有很多的不良影响。这种情况容易发生在女性朋友的身上，需要警惕。生气本身就有损健康，常见的乳腺结节、甲状腺结节等的疾病都和不良的情绪有关，所以气大伤身这个词就是很有道理的。中医里说怒伤肝，愤怒的情绪会使气血上涌，还会损伤肝脏的功能和消化功能。所以我们在睡前一定要做好情绪的疏解，保持平和的心情入睡最好。对于患有高血压、心脏病的朋友来说，睡觉不要闷着头睡，以免诱发中风。2. 睡觉前4大增寿习惯。
一、睡前刷牙。睡前刷牙比早晨更重要。晚上吃过饭之后，口腔中也会残留食物的残渣，长期不清理会损害老人的牙齿，所以晚上也要坚持刷牙。不仅可以清理口腔，还会对安稳入睡也有很大的帮助。最重要的是，睡前把牙齿刷干净，还能够起到预防心脏病的功效。所以睡前一定要坚持刷牙，千万不要懒惰哦。二、睡前泡脚。睡前泡脚是一个很好的习惯，只要是身体健康的人，最好能够养成睡前泡脚的习惯。睡前用热水泡脚，可以扩张腿部的末梢血管，增加足部的血流量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还可以有效的预防中风。晚上19点到21点，用40摄氏度左右的水来泡脚。泡脚时，让水达到了小腿处，最好至少要没过脚踝。泡脚的时间也不能太长，泡到脚背泛红，身体微微出汗即可，大约15分钟左右。三、睡前游腹。古时就有游腹养生这一说法，在中医认为，腹部这一块含有的内脏有很多，坚持游腹能够顺利的消除堆积在腰腹部的油脂，能够帮你顺利的赶走大肚腩。而睡前游腹还有助于促进睡眠，改善便秘。每晚入睡前俯卧床上游腹，能够使肠胃蠕动，大肠受到刺激后就把气体排出，便于安然入睡。若不游腹，屁放不出来，大肠鼓胀，影响入睡。所以每晚睡前坚持的游腹，对于促进睡眠、改善便秘也是十分有帮助的。四、睡前敲肝经。睡觉前敲敲肝经，有助于身体排毒，促进身体的健康，同时又有促进睡眠的效果，对于失眠的人来说有着很好的帮助。肝经的常规拍打方法为用手指指节或者是手握空拳，循着肝经所在的部位进行轻轻的拍打。拍打肝经的时候，一般从大腿的根部开始，沿着肝经走行部位进行轻轻拍打。肝经位于大腿的正内侧，也就是内裤线的位置。晚上7点到9点之间是敲打肝经最好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按摩可以刺激肝经，对肝脏的健康很有好处，很好的促进睡眠的作用。敲打100次即可。三、想健康长寿，做好4件事。一、不久坐。美国医学学会杂志内科医学上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，与每天静坐时间不超过4小时的人相比，每天静坐时间超过11小时的人，在未来3年内死亡的风险增加了 40%。 并且澳大利亚学者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研究成果显示，即使经常参加体育锻炼，也无法弥补静坐时间过程对身体健康造成的潜在负面的影响。所以想要健康长寿，一定不要久坐。无论是多忙，一定要注意，工作期间每隔1个小时尽量的起来走动。二、多喝茶。古籍称，茶为万病之药，多喝茶更利于身体的健康。茶不但含有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和各种的氨基酸，同时还是维生素的高手，维生素 A、C 和 E 全部都有，这些都是抗衰老必备的元素。夏季比较适合喝绿茶，可以将其搭配蒲公英和桂花，做成蒲公英桂花绿茶泡水喝，养生的效果更佳。三者搭配在一起泡水喝，去火消炎，护肝排毒，提神醒脑，抗氧化，是夏季养生不错的选择。三、睡好子午觉。在中国古代养生之道中，三寒两倒七分饱的理念为世人推崇。所谓两倒，就是只要睡好子午觉。古人甚至把它称之为百年养生的3大法宝之一。什么是子午觉？简单来说，就是要求在每天的子时和午时按时入睡。其主要的原则是子时大睡，午时小憩。按照《黄帝内经》的理论，阳气尽则卧，阴气尽则寐。在这个时候最容易入睡，而且睡眠质量也是最好，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简单的说，
就是午觉养阳气，子觉养阴血。睡了子午觉，阴阳配合，气血调和。一般来说，白天午觉30分钟左右即可。如果没有时间，在办公桌上趴10分钟也是可以，因为这时是合阳时间，阳气旺盛，下午的工作效率最高。晚上23点到凌晨1点，人体也应该睡觉。有些喜欢熬夜的人，往往是阴虚火旺，就是错过了这个时间睡觉，损耗了阴血。所以一定要注意，尽可能的在晚上11点之前就诊，达到了养根的目的。午时是心经循行的时间，所以每天中午应该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小憩，达到养心的目的。4. 常运动，生命在于运动。经常不运动的人，身体气血运行变慢，肌肉松弛无力，免疫力下降，更容易的感染疾病和病毒。而坚持运动能够改善身体各系统的调节能力，加快新陈代谢，增强免疫力。专家们认为，每天散步30分钟可以摆脱成人病的危险。每天走1万步的人，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会下降 60%。哪怕是在家做一些腿部屈伸、仰卧起坐，也有利于下肢血流的回流。晚饭后户外散步30分钟，也可以进行游泳、打羽毛球等的有氧运动，效果更好。要想长寿，不要再找任何的理由不运动了，毕竟生命在于运动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